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節目一開始，先歡迎來賓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前海軍艦長呂禮士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我們要特別來掌握今天的頭條消息，也就是今天關心到這一回高市早苗狂勝了，他破了修憲的門檻，他還喊說接下來要參拜靖國神社，並且今天會關心會不會做非核的鬆綁，踩的是東亞紅線。另外關心的是日元貶、日債跟金融會不會成為不定時炸彈。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一起來做關心。三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會特別聚焦，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首先來看到的是高市早苗這一回掌握到了修憲的門檻，我們要來關心到說他喊說日本要變成的正常國家是真的嗎？還是回到過去的軍國夢呢？日本現在正式的走上極右路，極右派也等於左派正式滅亡了嗎？東亞安全因此升溫嗎？第二件事情來關心的是川普。他公開的站隊力挺日本的候選人，這個是巧合還是全球的布局？接下來如何影響到中日的發展，會直接對撞嗎？最後，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是日本的經濟，高市早苗他的再通膨政策真的能救經濟嗎？還是日本將會面臨三殺危機？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特別來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真的變天了哦。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這一回日本直接走向了一個修憲的日本自民黨因為一口氣贏得了突破2/3的一個修憲門檻，所以呢，高市早苗手中握的是一張空白的支票，他接下來要怎麼寫日本的路，可以都由他來做了。我們趕快來看到，那麼高市早苗也不諱言的在公開談論到參拜靖國神社這件事情，並且呢，先取得周邊國家的理解。那前大阪的知事做這樣子的一個言論，他認為，他已經透露說，高市早就已經說過了，即使身為首相，也會參拜靖國神社，不會在意中韓的看法。也就是在他真的高市成為首相之前，高市早就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了。我們來看到，其實呢，在眾院真的改選之前，高市早苗就已經強調過了，他有意將日本的自衛隊寫入憲法的第9條，並且從去年11月份他就說過了，3份的安保相關文件他會做修改。工作從此刻開始，等於就是要重新來定義非核3原則了。專家量子說，他說這可能會改變日本整體的國家形態。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特別來關心到是現在日本的修憲門檻確定過了，高市早苗的下一步會不會就是動非核3原則？剛剛提到高市早苗口中的正常國家是真的正常，所謂的正常的定義是什麼？會還是軍國主義復辟嗎？從軍事角度來看，對整體接下來東亞局勢會造成有多大的影響？艦長怎麼看？我們看到啊，日本那他認為他不是正常國家，可是呢，是不是正常國家不是他決定的，是美國決定的。那至於說，正常國家或者是軍國主義呢，這個不是2選1的問題，而是它漸漸發展，也就是它的層次性的問題。那這個問題呢，其實決定在美國。為什麼？因為也就是美國要讓日本，作為這個代理人哦，那這個代理人呢，也就是抗衡中國大陸。所以我們大概這2天呢，我們會從中國大陸，還有從俄羅斯，還有朝鮮，我們都可以聽到類似於放棄幻想、準備鬥爭的這種話語啊。其實，在前一任總統拜登任內，他就已經想要遏制這現在的一個中國大陸的一個發展，所以他在這一個2023年的8月18號所謂的大衛營精神宣言裡面，他就提出了有關於美國提供這個延伸威懾的部分。延伸威懾簡單的來講，也就是提供日本跟韓國這個核子保護傘，他希望日本跟韓國不要發展核子武器。那也就是現在大家常常講的核分享。所謂的核分享，並不是核子武器的分享，而是實際上來講是美國進駐到它的一個核動力潛艦進駐到這些區域，但是實際上打
打破這個現實的就是川普，因為川普實際上來講，他將這一個核潛艦的技術分享給韓國，那日本呢？日本一定會覺得，那我的那個國家的實力實際上是在韓國之上。既然韓國有了，那我為什麼沒有？那另外呢，其實我們如果仔細的看日本的話，我們現在等一會兒會討論到有關於伊朗。伊朗光是400公斤的這一個濃縮鈾，美國就在那邊叫得尬天正響。可是我們仔細看日本，它的布到底有多少？日本的布其實它是有47公噸的。那它要那麼多的布到底是做什麼？那它的目的很單純嗎？當然不单純。那其實我們講到軍國主義，它有三個目的。第一個，也就是將二戰的這個責任呢放到陰暗的角落裡頭。所以他改教科書。那他改了教科書之後，所以年輕一輩的人都覺得我們國家為什麼不正常？因為他們根本就對於二戰，他們日本應該要背負的責任，甚至侵華的這些舉措當中，他們做了多少次的屠殺，如何的蹂躪中國人民，他們其實根本就不意識這麼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之前美國是透過北韓，然後來凝聚美日安保。可是北韓，那他自從他有了核武之後，他好像也沒有這麼強。那他後來他們就開始把中國大陸來當做一個假想敵。那另外他們就想要透過這一個提升自衛隊的質與量。那我們講到說，對於就日本對於中國大陸的這個惡感啊，其實從最近的一個民調，我們就會看到，如果對於中國的感覺來講，覺得不太好的占到了86.4%，但是相對於美國來講，他們覺得不好的只有28.9%，覺得很好的是70.8%。那這一個也就是反映在之前在討論台灣有事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所謂的中年就是50歲以下的，其實都覺得台灣有事這句話沒說錯啊。這個也就是高市早苗為什麼可以帶着自民黨直接跨越2/3門檻的原因。所以我們這樣講，他一定會對於這個非核三原則有所更動，當然也可能更動他的一個戰後憲法，變成所謂的正常國家。好，剛剛艦長也幫我們特別看到了這一份最新的民調，顯示大部分的日本人現在其實比較傾向跟美國友好。那確實，外媒現在也針對日本未來的動向做了一個定義，說未來的日本的政治一定是對中國更強硬，對美國更靠攏。特別是川普在選前公開的力挺高市早苗。那麼當然了，朝日新聞是直接開槍說干涉日本的內政，但是包括日本有許多的媒體都直接講說，美國總統這一次直接公開的指名力挺某位候選人是非常罕見的。那其實對於川普來說，我們看到最近他一直公開的力挺多個國家的候選人啊，或者是多個國家的總統等等，指導江山，這背後的目的，針對於日本到底是為了什麼？那中日接下來的關係如何發展？委員又怎麼看？中日關係當然不會好嘛，因為第一個，中國大陸面對這個處境，不可能跟高市早苗的政權好，那只是不要壞到哪裡去而已。那第二個啦，我們來考慮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他為什麼要跟中國好？他就先問這個問題啊。他沒有這個誘因啊。你先想一件事情啊，你說川普為什麼要去支持高市早苗？好不容易出現一個抗中保台親美極右的政權，正是這個川普美國的利益啊，符合他的利益嘛。所以川普當然要在選票最後關頭裡面拉高市早苗一把，讓他的這個右派的選票不畏風雨出來，親美右派選票不畏風雨出來投票嘛。因為這個日本的這個最近這個下大雪下得蠻嚴重，天氣蠻冷的啊，這個是有鼓勵作用的啊。我們不能輕忽這個美國人日本人親美的傾向，所以這個是有很大幫助。其實也不要忽略哈，不只有川普力量很大，台積電也在最後關頭幫助了高市早苗。因為高市早苗在選戰過一直被批評啊，你沒有產業政策了啊，你沒有經濟政策了。
千年萬里都不如台積電出現。台積電你看，跟高市長們合開記者會，我要在這裡蓋這個高端的這個半導體這個製造廠，3奈米的，跟美國一模一樣。你看，整個攻占了所有日本大大小小媒體，所有日本的電視啊，所有日本的宣傳機器，全部都在報道這個消息。你說魏哲家對這個高市早苗幫助這麼大，是誰叫他去的？是賴清德嗎？還是川普？我們永遠不知道啊。但是我也想不出，除了這2個以外，還有人會叫他去哈。對，還是說魏哲家自己主動去了？這個當口是很明顯的是在給高市早苗加分嘛。所以高市早苗可以說，我今天講說撈了好幾桶金了哈。每一樣都是戰術戰略都成功。那未來的兩岸關係，有沒有這個中日關係啊？它基本上是配合美國的啦。換句話說，美國可能會繼續演白臉，然後他就叫日本你演黑臉，因為我們要遏制中國崛起。所以我經常跟中國大陸的朋友講哈，你不要相信哈川普那一張嘴啊，跟所有男人的嘴都一樣，不能相信啊。為什麼？他就是表面上，哎呀，習近平是我最好的朋友啊，習近平是最偉大的領導人啊，唯一的啊這個什麼講了捧了很老半天，事實上他準備刀子啊，他看不出來嗎？一下子批准台灣什麼援助10億美元，2要求台灣編國防預算等等等，反正這個都準備刀子。而且日本是在這個他最好的工具比台灣還要好，為什麼最好的工具？因為日本本來就有抗中情節啊，跟其他人不太一樣啊。而且日本你給他一點甜頭，你給他再武裝，那日本會不會走向軍國主義？不會，因為軍國主義就是軍部控制政府，這個事情在日本已經不可能再出現了。但是右派政府控制軍隊，拉拔軍隊，使軍隊變成這個亞太地區另外一個中型的軍事強權。這會出現的，這會出現。那這個就是讓這個中國大陸啊多了一把刀，就是美國可以遏制中國大陸的一把刀。那刀沒有很厲害，但也算是一把刀。台灣都可以變成一支小刀了，何況日本？這是美國的算盤是如此啊。所以他為什麼要插手讓高市早苗得票更高一點？就是要碾壓那些過去他認為不親美的政權。好，我們剛剛就政治面做了一個分析。那針對於接下來日本的經濟，我們也請聶老師來帶我們看。因為呢，其實高市這一回他想做的事情非常的多，還包括在經濟層面，他希望能夠改善日本的體質。那他押注的是在再通膨這件事情上，他認為說日元是可以貶的，通膨是可以忍的。那麼，但是財政不能夠停。但是同時，我們看到分析師在最近做了一個示警，說呢，現在日元對上美元可能會螺旋式的下跌至180:1，創廣場協議的新低。那麼弱勢的日元就可能會造成輸入性的通膨，消費者不花錢，本土的消費動能就會日漸的變低。那市場反應現在也可以看到，包括日債殖利率跳升，日元劇烈震盪，股債匯全部拉起警報。聶老師怎麼看接下來日本的經濟？好，我們現在看到的高市早苗，他真的得到了300多票的這個眾議員的這個票選呢，高票當選。這個當然對日本的保守主義也是右派，當然是非常的興奮。當然這個其來有自啦，大家都知道，現在這個右派保守主義已經成為政治主流嘛，各國都一樣，從川普哪裡都一樣。好，那不管怎麼說，他這次呢，這個雖然這個小賭，但是他也非常有信心他會贏。他贏了之後，當然他對他所有的政策，當然就更大膽的敢去嘗試，甚至你剛剛講到，認為他應該要貶值。但我等一下再分析他為什麼要認為他要貶值。哈，當然這也會使我想到安倍晉三當時在2012年，也就是金融海嘯之後的歐債危機時期，他丟了3支箭。第一個箭呢，就是大肆的丟 QE， 丟了50兆的這個日元。當時那個叫貨幣箭，其實還不錯，做的還算成功。但是它的財政箭和社會結構箭，當然會又打倒了這個日本的經濟。那不管怎麼說，延燒了10幾年，到現在高市這次的突起呢，又是一個不一樣的景氣的一個循環。那這個景氣循環未來會怎麼走，是值得大家分析。好，那當然我想這個金融學家都會去分析啊。但國家在這個政治變局的時候，它的股市、債市還有匯市三者聯動，一定會產生一些變化。當然我現在也看了一下，從上個禮拜5到今天，日本的股市漲了非常多，大漲。那當然從54000就跳到了56000多，表示短暫時期的日本大部分民眾是欣悅的，大家對這個認為是一種強心針，是往上的。
但殖利率並沒有並沒有好像說債券這個往上而殖利率下降。當然短波看不出來，當然可能大家對這個所謂的日本雖然短暫這個右派主義好像得到了大家的這個勝權，重點是未來這個波動還是蠻高的。因為我看到的是高市是一邊完全下注的壓住美國，他已經就是這死去壓住美國，很多的國家都是基本上站中立，在新加坡哪些國家能夠越中越好，但只有我看現在就是台灣、日本是這一面倒的靠向美國了。好，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這個的風險是非常高的。我想全世界金融家去分析都會知道，所以債券人家不敢隨便買你的國債，尤其是國債，所以國債你要升還蠻難的，所以殖利率會提高。第三個講匯率啊。匯率有2種情況，一種是因為匯率跟剛才股債不太一樣，股債一般是投資客或企業家可能會下注，產生的供需的變化，但是匯率是有國家可以操控的，因為國家有一支貨幣政策有2個手，一個是利率，一個是匯率，當財政政策是稅率嘛，匯率的手國家可以控制，要不然美國為什麼會定所謂的什麼匯率操縱國諸如此類的。當然，你剛剛講的一個重點，是因為高市說讓它貶值也無所謂，因為它為什麼要傾向貶值？一個國家貶值叫做貶值救經濟，或者降息救經濟，降息刺激大家消費，貶值刺激買賣的這個貿易順差。所以他要用貶值救經濟。各位想想看，在19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製造業為什麼那麼強？那除了它的當時的半導體不錯之外，資本才不錯的，最主要它東西便宜，它便宜到全世界要買。所以在廣場協議1985年9月20號之前啊，這個時候它的匯率是極低，在260比1，那時候是日本經濟非常好的時候。再想一下，我們講我們的對岸大陸，它也是因為當時的匯改，在1997年7月2號啊。PEG 這個 US dollar 8.278，一直到了2005年7月21號才鬆綁，這一段時間經過了這個 WTO 才大賺世界貿易財。他想這樣走，當然我們也必須分析，以日本現在的經濟，他如果這樣走有很大的風險，因為現在整個日本的經濟並不是這麼的好，它的通膨是人民不一定能完全銷售的。如果他真的讓它貶的話啊，不是市場決定，是他要這樣走，所謂丟這個貨幣多，然後來創造這個匯率貶值，用政府操控的話，可能會造成它的通膨會，尤其輸入性通膨會急速的升高，讓人民的生活會更有困境。所以他必須思考這一段，也就是任何一個他想走的走向都有利有弊。他如果走的認為要把國家經濟帶起來，會讓人民更痛苦。他將來螺旋式的旋轉會讓這個國家可能更慘，也不一定。所以我覺得他的政策現在看起來他想大膽嘗試，但是也有可能有他的隱憂。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